朱常洛是明朝第14位皇帝，也是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。他的一生可谓是悲惨的一生啊！别的皇子出生不是乾隆就是黑马，他连牛马都不是，因为他老爹万历皇帝朱翊钧根本不想要认他，最后还死得稀里糊涂的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朱常洛的母亲王氏是内宫的一个宫女，万历皇帝有次色心大起，就把这宫女给临幸了。这要换成其他的皇帝啊，这位宫女就是要成为皇室了呀。可是神宗皇帝就不承认，他就是不想担起这个责任。随着王氏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，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就有了疑问，便问王氏说，她天天在自己身边服侍，怎么会怀孕了呢？王氏就一五一十的和李太后说了。李太后听完不光没生气，还很高兴啊，因为万历皇帝的皇后妃子都没有子嗣。李太后就把朱翊钧叫了过来，问他这事儿是不是真的。朱翊钧死不承认，因为他嫌弃王氏身份低贱。但他不承认没有关系，皇宫内有人专门记录皇帝的一举一动，再加上朱翊钧事后赏赐给王氏的财物和李太后盼孙心切的心情，朱翊钧到最后就只能承认了。在万历10年将王氏册封为供妃，在同年10月生产，皇子取名为朱常洛，为长子。供妃生下皇长子，以前身份再怎么低贱，也该飞上枝头做凤凰了吧？但在万历皇帝那儿还是得不到宠爱，依旧被嫌弃，妥妥的渣男。万历皇帝的正宫皇后他也不喜欢，唯独对郑贵妃宠爱有加。在她被册封为贵妃的同一年，就生下了皇二子朱常煦。虽然孩子早早夭折了，但万历皇帝还是很宠爱郑贵妃。在万历15年，郑贵妃又生下了三皇子朱常洵，随后万历就册封她为皇贵妃。这个郑贵妃一时宠幸无二，在和朱翊钧在一起的时候，时常找机会求他将朱常洵封为太子。这万历皇帝还答应了。为了防止皇帝反悔啊，郑贵妃还和朱翊钧签了合同，并在道观之中立誓，作为皇长子朱常洛母亲的供妃，过的是生不如死。不光没有得到妃子的待遇，甚至还不如以前一个人在宫内，没有人侍奉，还不能和儿子见面。朱常洛过得也不好，老爹不待见他，还不让他读书，还见不到自己的母亲。直到他14岁的时候，在一众大臣的强烈建议下，才让他读书学习的。万历皇帝独宠郑贵妃和久久不立太子，就引起了大臣们的担心，担心万历皇帝是不是要干动摇国本的事情，立幼不立长。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指责后宫干政，言语之风全部都指向了郑贵妃。万历皇帝还是不管不问，独宠郑贵妃，并想着怎么力推众议，把皇三子朱常洵立为太子，并且就是因为和大臣们在立储问题上的分歧，为了抗议，万历皇帝直接就不上朝了。他爷爷老道士嘉靖不上朝是潜心修道，但他对朝堂的事情是一清二楚的。万历皇帝是直接撒手不管了，全部交给内阁和其他的辅政机构。还好明朝在政事上边机构健全，没有皇帝，国家还是能运行的。这次交锋也被称为国本之争。内阁首辅被皇帝逼退4位，中央和地方官员300多位，其中300多人被罢官、卸职、充军。因为皇帝懒，这些位置也没人补缺，最后万历皇帝还是妥协了。皇储攻坚战宣告胜利，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，朱常洵为福王，其他皇子也被封了王。外边斗的是水深火热，在深宫中独居的宫妃依然凄惨，天天是以泪洗面，把眼睛都哭瞎了。在朱常洛的苦苦哀求下，万历皇帝允许他去见自己母亲一面。宫妃见了儿子，心愿满足，过了段时间便去世了。虽然朱常洛被封为太子，郑贵妃的野心还没有结束。万历皇帝为了彻底解决立储问题，让福王去地方就藩，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，后来就发生了明末3大案。在万历34年5月初4，一个流氓闯入太子的慈庆宫，逢人便打，直到慈庆宫殿前才被人抓获。要知道这可是太子的寝宫啊，一个流氓能随便进去还打人，肯定有人指使。这个叫张差的流氓供认是郑贵妃手下宦官指使。郑贵妃为了让手下心腹太监免于受罪，便去向皇帝哭诉，但太子差点出事儿，这让大臣们议论纷纷。万历皇帝也不敢轻易处置，就把这个球传给了朱常洛，让郑贵妃去找朱常洛，他要是原谅你那就没事儿，
这郑贵妃还真就为了几个奴才去给太子下跪了。朱常洛一看那情况，那我也跪吧。最后的结果是张差被斩，但郑贵妃手下的2个太监却越来越嚣张。万历皇帝看到这2人就闹心，把他们秘密处决了，算是草草结案。2个太监能有什么胆子敢去找太子的麻烦？肯定是有人在后边指使的。万历皇帝问都没问清楚就杀了，这事儿就成了疑案，史称挺击案。在万历48年7月，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，8月太子朱常洛登基为帝。万历皇帝死了，朱常洛登基了，郑贵妃没有人保了，那咋办？郑贵妃也不傻，老皇帝死了，那他就去讨好新皇帝啊。可皇帝什么东西都有，能给他送什么呢？美女，比后宫佳丽还要美无数倍的那种。精挑细选了8个美女给朱常洛送了过去。朱常洛是一生2弹，夜夜欲性，这8个妖精在短时间就吸光了朱常洛的精气。皇帝身体透支，就该病倒了，一般这种情况就该去请太医了。朱常洛想着大臣们心心念念地帮了自己这么多年，要是知道自己因为亲近女色病倒了，不得来骂死自己？以后上朝奏章里边不都得是骂自己的话？于是他决定和自己身边的太监一起给自己治。太监崔文生和朱常洛说，他这是虚火上升，要釜底抽薪。人都虚成这样子了，还釜底抽薪呢？崔文生就给皇帝找来了宫里的泻药，给他釜底抽薪。这泻药啊，猛到什么程度？朱常洛吃过后，1个晚上上了30多次厕所，这人呢是彻底虚了。这个太监也是郑贵妃的。后来他过生日的时候，在朝堂上见大臣时候，都是隔着帘子的，生怕被大臣看见。但他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转，还天天面朝，生病的消息还是传开了。于是大臣们就找药给皇帝治病。这要是治好了，那升官发财不就不愁了？内阁首辅方从哲的侄子和方说，这几天啊，有个人老在他家门口溜达，他说皇帝的病只有他能治。于是第2天，方从哲就带着能治朱常洛病的李可灼进宫了，给皇帝敬献了一颗红丸。吃完以后，朱常洛就回光返照，比起之前是好得多了，便赏赐了2人。还没1天，朱常洛就驾崩了，这回真成了回光返照了。这件事儿史称红丸案。红丸这个东西啊，是用妇人精血、秋实、人乳、陈沙调制而成的，性热，和太监崔文生给上的泻药刚好相反。刚开始回光返照，在2种药物交融之后，本就虚弱的朱常洛遭受不住2种药物的折磨，就像一个普通人体内有一正一邪2种内力在身体里面打架，身体撑不住，就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。崔文哲被贬到了南京，方从哲和进献红丸的李可灼问题的处理一直吵到了天启朝，成为了党争的重要题目。3大案最后的移宫案也是在天启朝了。但和郑贵妃和他献给朱常洛的美女还是脱不开关系。朱常洛在位1个月就干了3件事：废除矿税，从大内银库里面拿出银子给边疆的将士们，最重要的是补官缺。万历皇帝和臣子们斗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只有罢官没有补缺，就连内阁也只有方从哲1个人，所以他才能成为内阁首辅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